踩完。100，哇，好有力哦！哇，老诶！ Hello， 大家好，又是爱的人，爱的人不是一个车评，只是 POV。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身隔壁有一位车主，他叫阿伦 ，Morning。阿伦呢，其实是有出现在我影片里面过的。这辆车也是他的车，也是出现在我影片过的。但是这影片我剪不出来，它在我的 hard disk 里面，我的 hard disk 坏掉了，所以我就没有办法剪出来。非常感谢这次阿伦呢，也让我重开他的车。这事隔大概2个多月、3个月有了哈。那时候会比较刺激啊，因为那时候我们有上山，然后后面还有一个260P 左右的 Civic FE 在我们后面，很刺激。但是这个是叫天注定啊，没办法了。非常感谢这次你让我拍你这辆车了啦。第2次，这辆车最近有改什么东西吗？还是跟上次是一样？上次差不多一样。原装车啦，算是哈。话不多说了，我们去看这辆 Honda Civic RS，Let's go。 这个影片还没开始之前的话呢，希望还没订阅我的朋友们呢，记得按下订阅。当我更新新影片的时候呢，你们才可以及时收到通知啊。Civic FE 呢，其实我有拍过哈，那个是一个 V Spec， 在我前面的就是一个 RS Spec， 也就是说最顶配的啦。这个版本有3个版本的，有 EV。 还有 RS。关于外观跟内饰呢，我应该不讲太多。你们想看的话呢，可以点击右上角去看我之前那个影片。这辆车大同小异，动力也是一样的，只是有一些地方只有 RS 还有的。那么在这个影片的话，我会一一跟你们讲解啦。唯一 RS 的话呢，就配搭这个非常漂亮的轮圈啊，它是18寸的，原厂配搭的 Michelin PS4 235/40ZR18。如果是 E Spec 16寸 ，V Spec 17寸 ，RS Spec 18寸，大概3根手指的高度，这是原厂的啊。前面有一个 Singapore 的刹车卡钳。 那这辆车有 Full Modular Body Kit， 但是不是在 Honda 里面买的啦，是在外面安装的。后面还有一个刹车卡钳呢，也是235/40ZR18，后面大概也是3根手指的高度，所以比例很好啊，前后的高度差不多。虽然是偏高哈，但是我相信很多车主后面就会做改装了啊。这个款无可否认哈，我是觉得越来越好看。除了这个后面的设计，我觉得有点是奥迪 A5， 还是车头是蛮好看的。 关于这辆车的 spec 啊，我也不讲太多哈，反正我在我 V spec 的影片里面都有讲过。我们去 start 一下哈，这个引擎 RS spec ambient light， 这个也是后期在外面 accessory 店改装的哈。RS 的版本呢，连这个仪表针还有这个旁边的线都是红色的，如果是 V spec 的话是白色啊，还有白色针。Push start。 这是非常漂亮的内饰哈，尤其是这个 aircon。这些我就不讲太多哈，因为我之前都有讲过了。来到这一代的 FE 呢，其实它有3样东西是从 FC 上面拿走的。第一个是双区恒温空调，上一代的 Civic FC 呢，只要你是买到最高配，它是双区恒温空调啊。这一代的话呢，高配是给的单区恒温空调，虽然不是一个大问题。第2点就是上一代有全液晶仪表盘，来到这边的话就。 一半，左边是液晶仪表盘，右边是实体仪表。如果你真正去看日本版本的话呢，他们是全液晶仪表。头灯打开。RS 版本的椅子就是中间是 suede， 旁边是 leather， 它背着红色的缝线，这是 RS Spec 才有的。方向盘也是有红色的缝线 ，RS Spec 才有的。这里是黑色的钢琴烤漆哈，其他都是银色的。车的室内都是全黑色哈，只有在 RS Spec 才有的。Aluminum pedals 只有在 RS Spec 才有的。一键开启或者关闭哈，那些安全配备系统，防滑系统关闭，还有 parking sensor 调整那个 meter 的亮度。冷气哈，出风口，打开引擎盖。 哈，这是打开后尾箱有一个 button 哈，很有质感，摸下去的时候。那这个 ambient light 只有 RS Spec 才有，但是只有在前面，只有一个单色，就是红色了哈。前面已经调整成我的驾驶座位，我身高173，大概这里有2个拳头，头顶上呢大概1个拳头。Civic 的空间的话是真的同等级竞的对手里面哈，可以算是最大的。然后后面还有冷气出风口，还有2个 USB 插槽。 中央扶手哈，但是这个中央扶手呢，我必须要吐槽啊，太低了，就变成我左右手的话的高度不对称。这个上一代 Civic 也是有这个问题哈。Plastic， 这里是明明是皮革，然后到这里的话就是 plastic。
黑色的钢琴烤漆哦。如果是其他的话都是 matte 的，连它的手把也是黑色的钢琴烤漆。黑色的 side mirror 也是 RS spec 才有哦。LED 的 signal 灯，头灯也是 LED 的。如果你正式去看 RS spec 的，你车头灯是比较偏黑色的，因为它里面的 whole chrome 呢是比较 smoke color 熏黑色一点。V spec 那些就没有啦，他们是银色 chrome 啦哈。RS 的厂徽还有这个黑色的眉 ，RS spec 呢的确是我心目中觉得是最漂亮的一款。然后呢 ，RS spec 呢就会有 auto wiper 啦，后面的压尾呢也是 RS spec 才有的。后面的这个 diffuser 啊，那些黑色钢琴烤漆啊，都是后面车主加了才有。真正的 RS spec 呢都是有双出的排气管，而且是 chrome 的哦。还有黑色的 shark fin， 这个也是 RS spec 才有的。大致上就是 RS spec 得到的东西啦。原厂设定 V spec 的话是17寸的轮圈嘛，原厂有说过，就算你换到18寸的，也不会得到 RS spec 的18寸的那种灵敏度哦。对，这是他们说的啦。等下我试驾大概就知道了啦。因为原厂是没有这个 plastic 的啦。自己装的。哦，多少钱这样子买回来？100多块。哦 ，OK OK。L15B7的引擎，但是这一代的引擎呢，跟上一代的 SC 虽然代号一样，但是有做一些改进，比如说它的进气跟出气有带着 VTEC 科技啦。1.5公升涡轮增压4缸引擎，拥有着182 PS， 还有240的牛顿米哈，配搭着 Honda 自家的 CVT 5段变速箱。这一代的 CVT 5段变速箱呢，据说它 Torque Converter 呢有进行做过优化哈，所以跟上一代的反应会更加的快，更加的灵敏。尤其是这一代的 Turbo 也是一样，来自 Mitsubishi 的 TD03， 它比上一代增加了叶片，还有它这个尺寸，所以它的这个反应啊 ，double lag 的情况来得更少啊，而且增压数值没错的话是1.13左右吧。引擎的活塞群呢，其实跟上一代比较有进行一些优化，所以驾起来会更顺畅啊。然后引擎呢会减少震动哈，你看到吧 ？Civic 是用这 L15B7啊，但是如果 CR-V 的引擎呢是 L15B1，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引擎。CR-V 则是增加在1.27左右哈。OK， 大概就是这样啦，原装车没有做任何的改装。OK 了，我们去试驾。虽然这是第2次试驾，应该是没有我上次第1次试驾的时候那种第1次的那种自然反应哈。所以这一次的反应就是 OK 啦，因为 CVT 还是很怎么说呢，会很直接啊，它不像开到太多 Proton 的 CVT 啦，因为它是pan CVT， 拥有着这个我们讲的 clutch， 有这个离合器，所以你会觉得哇很 lag 啊，有时候哈。对吧？OK， 这个仪表啊，其实是可以换一些显示啊，但是我今天就不开任何的显示，我就给你们看一下它的这个真正的仪表就好了。哇 ，CVT 真的是很直接哦，这个根本就是一踩又来那个反应哈。它比起上一代的 FC 真的是有提升啊，它的反应大概提升了一个20-30%左右吧，我个人觉得哈。然后它的那个没有什么顿挫感，这个是它的重点哈。好嘞，还有这个类似 frameless 的这个后视镜哈，真的是看了很有高级感哈，感觉没有什么阻碍到我的这个眼睛。它视线也是非常的好啦，它的镜片非常的大，包括它这个side mirror啊，我最喜欢的，你看大个都有满满的安全感哈，真的哈。哇，阿伦，上次你买这个车的时候哦，你之前也是驾 Honda 是吧？Honda City。哦，然后就跳上来 Honda Civic 作为升级哈。升级。哦，有没有想过那时候要换 Honda Accord 啊这样子？没有，因为以前也是想换 Civic 的。哦，就一路来比较喜欢 Civic。一路来都喜欢 Civic。哦，讲真的啦，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个人只觉得 Honda Accord 看久了没有这么好看，真的。反而 Civic 越看越好看。以前刚刚出的时候，哎呀，好像很奇怪哈。我是觉得斯文掉了啊，但是看久了是真的是的确耐看。哇，你看大概2000转以下的话，顺驾，它的力水是很足够去推动一个大概是1.3吨多左右到1.4吨的车这样子，是很平顺的呢。因为我现在是在 Eco Mode 啦。所以我就这一代就跟上一代不同啊，上一代拉下来就是一个 S， 这一代就没有，这一代你就要把这个它的驾驶模式啊拨到去 Sport 啊，它才可以用 Pedal Shift， 才会有fully manual这样子的东西。我先用一下省油模式 Eco， 当我拨到 Eco 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你的油门踩着是一样的深度，但是它整辆车会软下来，所以可以讲的话呢，它
油门反应会变慢了，加上它的油嘴就喷少一点油这样子。但是无可否认，你真的是想要顺顺开的话呢，Ecomo 是真的是很好开的一个哈。阿伦，你有经常用这个 Ecomo 的吗？在城市的时候有用。哦吼，这样会不会省油？会不会特别省油这样子嘛？用这个？也没有。没有了。会省油。这样你平均一缸油打满大概需要多少litre这样子？打满？应该40多这样啊。多应该是，如果打进来讲应该是80多。80多块打满啊。像你通常这样可以加多少 km 啊？一缸油这样子？一缸油应该是可以加差不多400。哦 ，OK 啊 OK 啊。那你会经常会中脚去踩吗？踩大油？有时会。有时会，因为动力给到你，哇，2000转很够用。因为 Civic 你不踩也不可以。叫有 Civic 的人，我不相信真的是一直慢慢加的咯。有啦，你好像现在这样 OK 啦，你过了一个度，我相信都是有时候会特地去试一下的啊。哦，这个弯我没有松油门哦，我直接摆。哇，这辆的底盘哦，这个跟上一代有差别，我感觉到它的扎实感哦。上一代其实 FC 哦，它很好飞，因为尤其是我这种加惯 Camry 的人哦 ，D segment 突然跳进 C segment 的时候，无可否认 FC 是真的很好飞。但是那时候我在跑快的时候，我感觉到哇，这辆车为什么这样轻呢？有一点少了一点安全感这样子。但是来到这个 FE 的话呢，就比较感觉到踏实在地上了啊，然后就稳重了的感觉，所以我就没有这样怕，我可以直接再踩油多一点。刚刚那个弯，那这辆车前面是一个 McPherson， 后面是一个毛迪林，所以开起来还是毛迪林有它的优势，好过Torsion Beam这样子咯哈。啊，通常在 C segment、D segment 啊，你很少看到是啊有这个Torsion Beam的啦，啊，车倾也是会少一点点。哦，其实这辆车如果你正式看哦，你有没有发觉到它的车的宽度会比 FC 啊来得更宽这样子哦？感觉到接近 Type R 那种哦。OK， 我试一下它的车道偏离啊，我们要抓 steering 啊。诶，阿伦你关掉了？关掉了。关到车道偏离哦。全部都关掉。哦，你全部都把它关掉。全部都关掉。哎呀，这样也是够力哦。据说 Honda 有一个特别的一点就是。当前面是Honda车，你又是Honda车，它先是会自己响的哦。还遇到朋友哦，再跟你讲。Alright， 好，那这辆车的 ACC 跟车那些我也不去做了哈，所以我之前那个影片都有去试驾它的 ACC 跟车，它有 Stop and Go， 啊，这是非常好用的，我觉得赛车的时候也是可以用啊。但是就还是不要靠它了，因为我之前试驾那个 Toyota Altis 哦，你们还记得吗？我用 ACC 跟车，车主也是有在赛车的时候会用。但是很好奇的就是哦，那天发生一个小意外哈，不知道为什么特地去没有踩 brake， 我去撞前面的车，啊，这种电子的东西还是不靠谱哈。啊 ，Ecomo 的确真好加的，我拨到去 normal 一下，哦，瞬间感觉到那个同一个油门那个车就冲出去哦，所以 Ecomo 的话油门要踩的会比较深一点点哈。这刹车踩下去之后啊，它转速稍微提高，给你做一点 engine brake， 这个就是 Honda 自家的 CVT 哦。58%油门，哎呦，踩那58%油门。这个来自 Honda 自家的 CVT 5段变速箱 Earthstream 的啦，钢带的据说，毕竟孩子是自己生的哈，所以自己的孩子由自己来调教，所以真的是无可否认，它调教是真的很不错，反应非常的快。当然它没有像 Toyota Altis 啦，我试一下，我放一下在 Manual 这样子哈，要 Sport 才可以有 Manual 哈 ，OK， 我试一下它的 Manual。比如说我 lock 在几号牙？5号牙哈，我试一下踩放它的感觉有没有锁得这么紧？OK 啦，是有一点点
类似 Toyota 的那一个啦，但是你会看到它的转速会上高、上下这样子哦。不过还是我觉得 Toyota 的那个 CVT 我会比较喜欢，可能它的这个马力没有这样大的关系，所以它可以锁得更紧啊。所以这个 Turbo 还至少是但是这辆车还是不错的啊 CVT。OK， 噪音上面。因为我之前试驾阿伦的 Civic RS 的时候啊，我还没有试驾 Toyota Altis， 但是我驾了 Toyota Altis 时候是真的啦，各有各优势哈。Civic 真的无可否认是全马最畅销的 C segment 里面日系的啦，日系的 C segment， 然后它也是最强的动力最强的一个日系 C segment。但是你驾了 Altis 之后呢，你不会感觉到你想要加快啊，它是很宁静的一辆车，甚至比 Civic 来的更宁静，它少了一点风声在这边，胎噪也是会比较低一点。但是Altis的动力就没有这个强哦，但是它后面是用 Double Wishbone， 那无可否认，我觉得过弯上面会比 Civic 来的干脆那一点点。我不是讲的 Civic 的操控不好啊，我是个人都觉得哇，这个 Civic 这一代真是出乎预料啊，就觉得啊 Civic 是像 FC 这样咯，不错啦。但是一来到这个的时候，我觉得哇，这个操控会好过 FC。大概20%到30%左右哈，然后它的舒适，它也不输啦，舒适感，你看它舒适感真的，不平的马路上面哦，它滤震会感觉到这个 suspension 这个避震器啊会来得更扎实一点，没有觉得乒乓两下你就会断掉，所以 not bad。我已经超速了，我都不知道，没有车又这么舒服，我都驾到140了。啊，所以驾 Civic 的人也不能怪他了，他真的太定了。你驾过最快的速度可以去到多少啊？这样子？哦，208。它 speed lock 了的，就好像 FC 这样哦，它也是207、208就不能再上，它还可以再上的，只是你很明显可能觉得那个车整个软掉了，因为把你看掉。这一开掉的话，我看220、230是完全是没有什么大问题这样子。OK， 这辆车我觉得唯一2个缺点，我觉得啦，第一个就是因为 CVT， 但是我没有讲 CVT 很差，但是我个人没有这么喜欢 CVT 啊。如果它是配搭的什么 6AT 啊，或者是 8AT 的话呢，感觉到会，因为它动力很强嘛，我们都肯定会拿去改的嘛，对不对？那改了之后，我又怕 CVT 会很容易就怕 CVT 寿命很短这样子，怕受不了。但是目前为止，我试驾那辆260匹一样啦，没有问题嘞。哦，它这样子每天去跑云顶啊，这样 drag 啊、10磅啊，好像是哇，完全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只是它少了一个360度 camera， 有没有？它有这个 lane watch 我知道。但是我觉得我个人会比较需要360度 camera， 尤其是这辆车比较大辆，它其实给我驾起来觉得哈，它会比 Altis 来的更宽啊、更长的感觉，这就是开起来感觉啦。但是如果 parking 的时候呢，会比较困难一点点。哦，同等级竞争对手都有360度 camera， 我们就是少了这个，要花钱去安装啦 ，which 不是一个大问题，但是如果有的话会更加好。行驶着120公里每小时的时候，大概2000转左右就可以做得到，省油啊！来试一下音响哦。据说这一代的 Civic 呢，就比 Accord 就多了一个subwoofer在后面，所以可能它的这个配起来会比较强一点。来，一大清早就放一点炸歌听一下。很好了，阿伦，可以了，谢谢你。我可以跟你说，这一代的喇叭比起 FC 好，大概20-30%左右，是真的。所以这辆车，我觉得，如果你是从 FC 你想要去提升买这辆车，真的物有所值啦。你整体的车的外形，加上它的操控，加上它的动力，加上它所有的配置，我觉得会提升一个20-30%。那抛开那个多zone的那个双区恒温空调，我觉得我也是没有什么用到这个双区啊，所以我觉得单区没有什么不好。虽然是你心里会觉得有强迫症的，会觉得哇，为什么我拿 downgrade 这样子？但是
OK 啊，我们来说实用就好了哦。单驱真的是比较实用啊，我们没有什么用到双驱的。哇，没有车感觉太好了，我想要拿 Line 舒舒服服这样子加，又没有车顶着我，太好了。我发现到这个方向盘是真的是跟 V-Spec 换上了18寸之后的感觉不一样哎，真的不一样，它比较敏感灵敏了一点，所以我加 Highway 的时候呢，我不可以摆动我的这个方向盘太多。看摆一点点吧，如果我再摆多一点的话哦，我觉得坐后面的人会比较晕，摆左啊摆右啊这样子。哇，这个刹车太好了！我每踩一个180线，它都会给它反应，就是我很容易去拿捏到我到底要给11/8线、12/8线还是13/8线的这个力度，大概就是这样的意思哦。我觉得不错哎，真的，Honda 的刹车系统哦，本来就是比以前的 Toyota 好太多了，真的。不过最近的Toyota有提升了啦，我没有一直在踩它了。OK， 我们切换到 Sport。瞬间就把这个转速提高了，看到吗？大概2500转这样子啊，所以有 engine brake 啊，我觉得哦，这个好的感觉。那我就不放 manual mode 啦，据说如果你真的是0到100的话，还是放它自己低会比较好啊，电脑预算啊来会更精准哦。踩完100，哇，好有力哦！哇，老诶，这个弯能够在160过还是定定的嘞，诶，真的，嚯！哇，真的，它的侧倾是有一点点而已，它不会很大，才那一点点。啊，这个在 Sport 档的时候的反应啊，真的是，他们让路了。其实讲真的，这个 Civic 的它的 signal 灯啊很亮，下午的时候那些看到这个车的人哦。我远远都看到了哦，所以就会特别让路哦。我觉得如果用这个 signal 灯的话，你看我特别踩刹车，原来原厂的设定会拉高那个转速，好像 engine brake 这样的哦。原来不只是上次我试驾的时候是那个，我以为是那个车的 Honda 那个 K-Tuner 的 setting， 原来不是哦，原厂都已经有这个哇，这么好哎！其实它连1.8都有哎，那个没有德波是以前那个上一款一踩 brake 它就会那个转速都拉高，我觉得很好啊，真的是很好啊。Toyota 的好像没有给这个嘞。哇，安哥的 CD 很快一下哦，看到吗？哇哦！你讲真的，这辆车很容易超速哎，真的，太过稳了。你看我过弯，哇！你知道吗？我这样子驾它过弯这种感觉哦，它的车倾，它的那个 G-force， 它的稳定哦，
其实它很接近 FK8给我的感觉。当然，它大概是一个48,000啊，它接近 FK8了啊。我觉得哇，太好了吧！哇，你看顺顺踩而已，不用踩多啊，它的那个速度一直在飙。尤其是我现在在爬山坡、哦，这个 Sport 档，我不要用 Sport 嘞，我试一下，不要这样运动化，放 Normal。啊，不同了，完全没有这样热血去了啊！不然 Sport Mode 真的是太爽了，在这个 highway。我觉得开 Sport 如果跑 highway 啊，没有那个 normal 这样自由。Sport 在 highway 没有 normal 这样持有啊normal 我开 highway 你一直踩来讲很自由这样。哦 normal 因为它转速又提高，哦，给我选啊，动力 Civic， 操控 Sorry 阿伦，还是 Altis 好一点点。因为 Altis 它驾起来感觉没有这样长，那个车屁股又没有这样大负担，它就比较干脆啊这样子。那舒适性的话呢，还是 Altis 稍微赢一点点。然后这辆车不输真的，所以你给我一个理由，为何不要买 Civic？ 除了 CVT 之外，没有任何的理由了。Altis 的话，所以为什么 Altis 卖的没有这么好，就是这样，你知道吗？可能有觉得，哎呀，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不要买 Turbo 嘛，一踩油就来，Altis 还要等那个转速拉高，然后那个力又不会去的感觉，真的是，所以为什么年轻人哦会选择 Civic 比较多，而且 Civic 本来就是有一个年轻人的象征。当我从一个 Pro 买 V 或者是其他的车，然后突然升级到一个 C segment 日系的 Civic 的话呢，你会有一个好像在人生中会得到一个新的里程碑，更高的里程碑。然后一个很成功的感觉啊，就是 Civic。为什么年轻人会选择 Civic 这样子？包括我小的时候，我都很喜欢 Civic， Civic 感觉就是 sporty 啊，年轻人啊，然后感觉到哇又不输高级感这样子，不错。很宁静一下，那引擎声没有这样大，真的比上一代不同了。CVT 的噪音也变少了。这辆车的座椅啊，椅背支撑啊，会比上一代来得很好，背部支撑、肩膀支撑都会比上一代提升很多。它是只有一点点稍微的不满意的，就是它的坐垫会比较偏薄哦。我觉得如果坐长途来讲啊，我会很容易就屁股痛，真的。我现在坐到103角而已啦，我觉得好像就少了一点点东西在屁股那边，可能要买一个cushion啊，你放在那边坐会比较坐垫会比较好一点。这个是美中不足的地方啦，什么都好。这个我不单只是我讲而已哦，这几个都有讲啦。好来，OK， 我们就到103角啦，很快的。这辆车不是因为什么你知道吗？是因为这辆车太有力了，所以我很快就到3角了。对好了，这个老铁们都知道我们下一集要干什么了，就是要冲上云霄。虽然上次是加一个 V-Spec 的 Civic， 但是那是改过了的。所以动力肯定会比这辆车猛太多。今天就会试驾一个原原装的 CBRS 上山，看一下它的表现哈。我觉得马力有时候不要太大，反而会更好上云顶。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哈。现在的时间是8点22分早上，冷的时候啊，油温啊或者是 CVT 的温度啊，应该都不会起得太高哈。哎，我们的朋友到了，你看到吗 ？MX5 啊，老板几时要让我试驾？老板，他刚刚买的。OK， 好。大家感谢阿伦，我们下一集的影片再见哈。OK，Alright，Civic 上山了喂。好了，各位，影片就到此结束。如果喜欢看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呢，不要忘了按赞、订阅、分享、打开小铃铛。我们下一集的冲向云霄再见 ，Goodbye。